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书卷一梦，李一桐的川剧女主宋一梦的8套美衣。电视剧《书卷一梦》正在热播中，目前已播到10集。此剧的剧情旧中有新，现代与古代相结合，戏中有戏，像短剧般搞笑癫狂，反套路的桥段很多，令人哭笑不得。女主宋小瑜李一桐饰演本是现代社会一个不出名的演员，参与剧本《清明一梦》的拍摄，结果她不知怎的就穿越到剧本的世界里，成为《清明一梦》的女主角宋一梦。可这位女主角命不好，被反派男主南恒刘宇宁饰演利用后凌虐致死，结局很惨。所以宋小瑜顶着宋一梦的名字，在剧本世界里扭转自己的命运。穿越到剧本里时，是宋一梦与未婚夫楚归鸿、王佑硕饰演成婚之时，宋小瑜便千方百计要结成这个婚。因为剧本里宋一梦此次逃婚了，后落水被反派男主所救并爱上她，才有后面的悲惨。宋小瑜不想像宋一梦那样惨死，便无论如何都要嫁给这位未婚夫。可怜剧本机制要走剧情，根本不可能让他这样。于是宋小瑜与未婚夫成婚，竟死了9次，撞死、烫死、摔死、砸死等等花式死法，终未能结成这个婚。剧本机制没办法，便让他死了醒来后，穿越到与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成婚的半年前。于是故事更精彩了。宋小瑜不想与反派男主南恒遇见，但剧本世界偏要让他们相见，还是落水被救。宋小瑜想转身离开，却被剧本世界控制，他转身就拉住南恒的手，还当众亲他。南恒想杀他，却怎么也杀不了。宋小瑜发现在剧本的世界里，男主必护住女主的性命，在危急时刻相救，所以南恒想毒死他，用梅花镖暗杀他，用剑捅死他等等，结果统统都会在紧要关头被他自己来救。长毒的是他，镖伤的是他，出剑时也是他来以身相挡。就算他被捆被锁得牢牢的，一旦女主有性命之忧，他都会受控制一般非本意的飞奔出去救她。哈哈，此处剧情真是笑死个人哟，好有趣的设定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宋一梦的各套漂亮衣服吧。1. 金饰绿嫁衣，这是剧本《清明一梦》中写到的剧情，三角恋在街头互捅互杀，很狗血很癫狂。女主宋一梦嫁给七皇子南恒的当天穿的就是这身嫁衣，红配绿的搭配居然蛮好看，是因人长得好看吧？仔细看，头饰上的红花略显普通，未有金饰堆砌的华贵感，但衣服出色，搭配刚好。接亲队伍走到街头，未婚夫楚归鸿来拦亲，宋一梦深表歉意，为了不让他杀心爱的南恒，便先给了他一剑，结果转头南恒却给了他一剑。深爱南恒的他流着泪问为什么，楚归鸿此时又给了南恒一剑，为宋一梦报仇。3个互捅着站在街头，运镜还使用魔力转圈圈，这场面真是闻所未闻，令人哭笑不得。宋一梦真是恋爱脑哟，还以为的遇良人，结果人家只是利用他想得到他未婚夫的断刀之法罢了。李一桐的宋一梦这身嫁衣真美，就算没披外衣，一身红也美。2. 金饰红嫁衣，这是宋一梦嫁给楚归鸿时穿的嫁衣，这婚结的可真是百死不悔，足足嫁了9次，死了9次，最终仍未成功。剧本机制拿他没办法，无奈之下让他醒来后直接到了成婚之日的半年前。哈哈，宋小瑜穿越成宋一梦，一心只想嫁给楚归鸿，可系统机制就是不让。9次的花式死法真是太搞笑了。李一桐的宋一梦新娘子造型不错，好华丽的感觉，一身金饰耀眼夺目。3. 绿橙绣花衣，这是宋小瑜冒名宋一梦穿越到了与楚归鸿成婚时的半年前。
那时的她是个富家未出阁的姑娘，现代打工人宋小鱼于是直接躺平，享受每天有成群的丫鬟伺候，想吃有人送到嘴里，躺着有人按摩，泡汤浴时吃葡萄发现有籽。她居然霸道地跟丫鬟说，让葡萄谁能不许尝籽儿。4. 红衣白毛领红披风依偎在心上人南恒的怀里，还有一句我再也不会乱跑，体现了宋一梦的深情。也许此时的南恒确实是关心她的，因为还有利用价值。正因知情的宋小鱼一直不配合，所以系统机制又生出剧本里没有的新人物黎十六。他是南恒的分身，让宋一梦与黎十六产生感情。这位夜游神大侠黎十六确实令宋一梦心动，因为他救过他的命，也懂他。剧本机制让男女主迂回谈恋爱，这是宋小鱼没想到的。他一直不知黎十六就是南恒，还与他合作商议计划杀南恒。其实化身黎十六的南恒经过相处，早已喜欢上他。上元节灯会的大火是他再次救了宋一梦。白毛红披风实在太美了，美人儿梨花带雨真叫人心疼。亮度饱和的剧照别出心裁，甚美。这件红衣不艳，下白上红渐变色，蛮漂亮。这是现代人宋小鱼穿越到剧本里，成为宋家嫡女宋一梦时穿的一身。醒来的她一听说要出嫁，她以为要嫁给人称杀神的七皇子南恒，死活不肯。问清楚后才知是嫁给楚归鸿，她才知是穿越到与他成婚之时，便开开心心的嫁了。还有一身红衣像嫁衣，好鲜艳漂亮。宋一梦只在宋府里穿过，与其说是跟丫鬟们聊天，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，与南恒的亲吻没什么大不了。这件绣花衣红粉结合，精致典雅。这是宋一梦去残江月会馆时穿的，她抬手摇头子的样子好迷人帅气，在上官鹤的暗助下，居然摇出了豹子，全是6点，赢了好多钱。这件坠花酒红衣也还不错，颜色深了些，与头饰搭配显得花俏，也蛮吸睛。5. 酒红领白衣，这是宋小鱼穿越到剧本里，冒名宋一梦与楚归鸿成婚的半年前醒来时穿的，是件礼衣。她醒来就自己倒水喝，还在想如何破解剧本系统不让她嫁给楚归鸿之事，结果一问，才知不是成婚的时候了，红绸没有，嫁妆没有，时间提前到半年前了。待丫鬟给她披上渐变色白红披风后，看着就特别。背影真的太漂亮了，一看就知是美人。看她轻快的脚步，发自内心的笑，好灵动悦目的画面。白领红衣，似雪中红梅般美丽。还有一个现代人的打扮造型，宋一梦头戴发箍，在黑板上写着，画着剧情走向，分析剧情。摘下发箍，戴了发簪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6. 绣花粉衣，红粉衣。宋小鱼冒名宋一梦的姑娘17，成群的丫鬟向她问好行礼，专门伺候主子们的吃穿用度。一直作为现代打工人的宋小鱼此时心里乐开花，她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荣华富贵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她就是穿着这身抱着杀恒计划的长卷去找黎16合作，一起杀南恒。我喜欢这身粉衣，精致又不耀眼，显女儿家的可爱美丽。这身粉衣好漂亮，显得她娇艳如花。还有一身是上街买东西时穿的，也好漂亮。那时的南恒为了他未婚夫的断刀之法接近她，为讨她欢心买东西送给她，吓得她见到就躲。她不想遇见他，一心想改变剧本的设定，但避无可避。匆匆一过的镜头，喜欢粉色的我还是记住了，哈哈。7. 红底白外衣。此时的宋一梦想明白剧本机制后，就不再怕南恒了。他在房间里放置了无数的箭弩，威胁南恒要他放他跟楚归鸿成婚，可南恒不肯。
作为七皇子的南恒不可能让他们联姻，成为18皇子的助力。宋一梦以此威胁南恒脱衣服，跪的让他受辱。被南恒破解后，他又自己脱衣服。南恒开始没眼看，哪知他在腰里绑炸药，要与他同归于尽。俩人正在房里对抗之时，外面楚归红来了。为免被发现，情急之下，宋一梦只好亲吻南恒，堵他的嘴。亲完后还很渣地说：“亲谁不是亲？我长得也不难看，你也不亏。”可纯情的南恒却很害羞慌乱的样子。现代人宋小鱼果然大胆开放。8. 白衣橙色立体绣花。御花园参加花宴，这次是宋一梦落水被南恒所救并一见钟情的名场面。很花俏的一身衣裳，换了个红色发饰，与红衣更搭。这身与上面的红色款很相似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光线色差问题，其实又是一身新衣。宋一梦的衣服都很精致，很有女人味儿。白橙色的这身稍逊色一些，只穿过一次。发型有些随意，但别有韵味。李一桐饰演的穿越女主角宋一梦很自然，时不时还夹带现代口语，搞笑的同时也彰显她反抗命运的个性。只不过她就算穿越在剧本的世界里，也是随心而动，一味的抗拒与杀神南恒产生交集，一心想杀死他，殊不知他喜欢的黎16就是他本人。他要是再聪明点，头脑冷静些，就会明白系统机制的阴谋。只可惜一旦动心了，就失去理智了。其实南恒杀不死他，且被他亲了3次后，早已被他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聪慧还有所为而心软，产生情愫了。也许南恒没意识到罢了。小伙伴们喜欢宋一梦的美衣吗？哪身最漂亮？